嗨，各位朋友们，这集要搭公车去哪玩呢？今年的过年期间，我们曾经搭乘501台湾好行大溪快线，走访大溪老街、慈湖，享受大溪在地风情与人文。但你们以为大溪已经没有景点可以介绍了吗？那就大错特错喽！每年到了11、12月，正是观赏落羽松的最佳时机。这集我们将2度造访大溪，搭乘班次密集、同样行走国道的桃710，并且带大家到大溪赏落羽松，更要造访生态秘境，以及在大溪才看得到的罕见水利设施。相信听到这里很令人期待，对吧？这么精彩的内容，还请大家一定要看完这部影片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先按赞订阅起来。我是 Albert， 我是阿芬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出发。OK， 各位朋友，现在我们人在捷运永宁站2号出口这里，有没有发觉画面又不一样了呢？我又把阿芬请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哦。Hello， 我是阿芬。嗨，阿芬你好。那永宁这边呢有相当多条的国道客运路线，你知道我们这一集要搭乘什么路线吗？桃710。是的，没有错。先前呢，我们有在今年过年的时候路过到大溪的501，然后去走大溪老街。那这一集呢，我们要搭乘710，再一次去到的大溪，顺便呢，我们要到大溪的落羽松景点去走走逛逛哦。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去坐车喽。好，出发喽！永宁转运站于2025年2月17日正式启用。从捷运永宁站2号出口往左步行约2分钟即可以到达。所有行经永宁的桃园市区公车路线皆停靠永宁转运站。我们将搭乘回程自永宁转运站到大溪的桃710，请记得在2月台候车。由于桃710搭乘人数较多，需依照排队动线依序排队上车。桃710自永宁转运站出发，沿途行经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、大溪交流道、土顶重划区、大溪老街、大溪高中，最后抵达终点内栅。全线最高收费85元，由亚通客运营运。各位啊，我们现在在710的车子里面了。正中午的时间，710就已经载了快要1车，可见710的生意真的是相当好。不过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710是国道客运路线，那上国道请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，以策安全哦。桃710最初是由捷顺交通营运。捷顺交通于2015年10月5日成立，在台中发机，行驶数条台中的市区公车路线。桃710于2017年2月24日通车，可以说是第一条行经国道往返大溪及新北的路线，更是捷顺交通首条插旗新北、桃园的路线。最早的起点是位在复兴路上大溪老城区的大溪站，假日则会延长至大溪观光桥发车。通勤、观光兼具的桃710，不塞车的情况下，只要45分钟就可以抵达大溪老街，相当方便，深受大溪人的喜爱。
随着桃710的载客生意越来越好，当时的捷顺交通使用无障碍电动低地板车辆服务，但是行驶国道是禁止站立的。低地板不仅座位有限，尖峰时段还时常因客满需等好几班才上得了车。晚期捷顺交通也采购几辆4排座的游览车，应付络绎不绝的客源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捷顺交通营运不佳，爆发财务危机，宣布结束营业。因此，2023年12月5日起，桃710暂时由亚通客运代驶。相隔1年，亚通客运正式接驶桃710，并调整营运模式，将每班车延驶至大溪高中、至善高中、内栅一带，并新增行经南新里的桃710A 线。不仅达到通勤观光目的，更是学生们相当仰赖的路线。同时，绝大部分的配车皆为4排座车辆，以疏运更多搭乘人潮，并提供固定无障碍班次，以方便行动不便的乘客利用。桃710开通至今也8年了，我相信未来仍是大溪朋友们往返新北的最佳选择。埔顶是大溪区的一个传统地域名称，在清代末期至日本时代，埔顶地区称为埔顶庄，隶属于桃健保。现在所经过的埔顶路这带，就是埔顶重划区。因国道3号大溪交流道及台66线快速道路经过，故设立埔顶重划区。约莫2003年至2004年间，就有建案推出。初期主要以低密度开发的透天住宅为主，桃园升格直辖市后，增加生活机能，埔顶重划区也陆续出现大型高楼景观住宅。这里是埔顶公园，距离大溪老街大约4公里，面积约5.5公顷。设有休闲运动专区，有儿童专属的溜滑梯、摇摇马之外，还有单杠与滑步器等健身器材，设备相当齐全，更可以鸟瞰国道3号的车流。埔顶公园也曾举办原住民族丰年祭、桃园艺术巡演等大型艺文活动，很适合家长们带小朋友来这里放电哦。大溪桥最早建于清代，在日本时代改建为吊桥。2战后，1961年大溪桥因不堪使用，公路局决定将吊桥拆除，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梁式桥。早期的大溪桥提供人车通行，为了减缓大溪桥的车流量，现在所行走的五岭桥于1986年10月完工通车。当时的五岭桥的桥面宽度过窄，无法双向通行，因此隔年改为单向通行。到了1991年，为了解决单向通行造成的交通不便，于五岭桥旁再兴建五岭桥2号桥。1994年2月，五岭桥2号桥正式通车，正式取代大溪桥连外交通功能。五岭桥及其2号桥合称五岭桥，旁边就是大溪桥。2001年，大溪桥在地方人士与当时大溪镇公所努力下，获得改建与美化，以1934年新建的大溪桥造型作为设计，新建有钢索悬吊的水泥桥，全长330公尺，仅开放行人通行，现是相当重要的大溪观光景点。
经过大溪老街及大溪站，我们快要到终点内栅。在清代末期至日本时代，内栅地区为一街庄，称为内栅庄，隶属于海山堡，是大溪发展较早的地方。内栅的开发可追溯到1770年，闽南漳州人游帆登台至今内栅下坎地区开发。当时跟原住民会发生冲突，抢地盘及食物，所以做一个栅栏围起来，内栅因而得名。好啦，终点内栅到了，同时也是亚通客运大溪调度站，我们要准备下车喽。各位朋友们，我们已经现在来到了内栅。是的，这里是710的总站吼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大溪的落羽松景点去走走逛逛喽。现在我们就出发，走哦！要到赏落羽松的景点，我们必须再坐一次桃710，到大溪老街这站下车。这时你们就会问说，大溪老街不是去过了吗？怎么又去大溪老街呢？别紧张，到大溪老街只是为了要充饱电再上路。简单的觅食完之后，穿过大溪老街，到了这里就不一样喽。有看到这个月眉通路的牌楼吗？我们必须穿过月眉古道，就可以到达赏落羽松的景点喽。月眉古道是清末至日本时代大溪老街与月眉地区的联络道路。古道的开辟源于李腾芳家族的事业。月眉古道入口在和平街38号与40号间的巷口，新建时就设有牌楼，让丁阿卡连接一线。月眉是大汉溪的河接地，形似月眉而得名。入口处有一个石头公，是许多老街民众小时候的 K 碑，也就是干爹。现存月眉通路很短，从和平老街走进月眉通路的入口，沿缓坡道前行，经地下道穿越台三线，路程虽短，但却富含历史。古道终点连接月眉休闲农业区。走到古道终点，左转接月眉路，这里是月眉休闲农业区的入口处。若是要直接前往，也可以搭乘桃710到观音寺这站下车，旁边就是入口处，顺指标就可以到达。落羽松的景点就位在月眉人工湿地生态公园，大约需步行3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既来之则走之。走在河堤上欣赏辽阔的大汉溪，再行经如森林般的绿色隧道，相当舒服。月眉休闲农业区位于大溪老街旁，由月眉古道串联，并有丰富的景观如水稻农田、百年圳沟、皮塘、国定古迹李腾芳古宅等，使得农村社区没有老街热闹喧嚣氛围，却处处生机，更可以体验文创 DIY、盆花组装等。游客中心假日还有农夫市集，可以买到有机新鲜蔬果，适合大人小朋友来这同乐。走了约半小时，落羽松景点就在不远处。穿过月眉休闲农业区，这里是月眉人工湿地生态公园。一开始会先看到一些盛开的芒花，芒花也是秋冬盛开的时机。再往前走，映入眼帘的竟是一片满满的落羽松。约莫2019年，种植约300多棵的水生落羽松，
2-3年后日益茁壮。每到秋冬，落羽松由绿转红，树影倒映在水上，色彩缤纷的落羽松宛如像幅山水画一般。不过较为可惜的是，录影当天的落羽松大多呈现黄色状态，没有变红，有些可惜。但是来到这里，不免让我和阿芬多停留一会。丰富的生态及落羽松，让这片美景的记忆深深地烙印着。可别以为这趟旅程就结束了哦！再往前走，这里是山猪湖生态清水园区。2017年前为非法占用大汉溪河川区域之私人主题乐园，遗留下许多废弃设施，因此在同年启动大汉溪山猪湖生态清水园区的规划设计，以减量循环经济概念，结合观光休闲与生态教育为目标，并进行鸟类、萤火虫、原生鱼类等复育，让自然生态环境得以被保存。不过，走到这里已接近黄昏时分，因此没有在这里停留太久，有机会再来完整的走完一圈。山猪湖生态清水园区旁边即是中庄吊桥，是台湾少见的悬索式人行吊桥，于2022年10月28日完工，2023年1月20日开放通行，全长419公尺，连接中庄调整池以及山猪湖生态清水园区，可以在此眺望大汉溪河流之美与大汉溪河街的地质景观。中庄吊桥更成为旅客到大溪旅游拍照打卡的新地标。最后来到中庄调整池，是台湾的一座备用水库，更是台湾第一座平地水库。2017年12月17日正式启用，湖区面积约36公顷，有效容量为505万立方公尺，位于石门水库与鸢山堰之间的大汉溪河段。主要功能是当台风期间，石门水库原水浊度升高时，提供紧急备援水源。中庄调整池旁有环湖步道，可骑乘自行车或散步，环一圈为3.6公里。中庄调整池另设有一座透明观景台，但要注意，观景台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8点至下午5点。赶在最后一刻踏上观景台，欣赏中庄调整池的景色，也为这趟大溪半日游画下完美句点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最后我们终于走来中庄调整池这里。这一集带大家走了月眉生态公园看落羽松、山猪湖生态公园以及中庄吊桥，还有中庄调整池，行程相当的充实。也希望这一集的行程大家会喜欢哦。那这一集的影片就为你录到这边，也谢谢我们这一集的粉丝阿芬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Albert， 我是阿芬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